你最好就是进，你需要进。2023年9月，一支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北部的防空雷达部队，突然遭遇不明空中目标密集突入，不是战斗机，不是导弹，而是几十架甚至上百架小型无人机，呈蜂群编队低空穿越树林和地形死角，绕开主雷达波束，直扑核心设备。他们每一架只有背包大小，携带简易爆炸装置，一旦靠近目标，就会主动撞击或投放炸药。不到5分钟，这支蜂群完成攻击并自动自毁，留下的是一堆烧焦的通讯天线与瘫痪的雷达站。而让人最后怕的是，没有人能确切知道这些无人机到底来自哪里。这不是游戏里的科幻战术，而是事实发生的现代战争场景。它揭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当战场上不再是飞机对飞机、导弹对导弹，而是一群小型、智能、协同的飞行器悄然来袭，我们该怎么办？大家好，这里是 High Weapon， 我是 Jason。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个问题的主角——蜂群无人机。他们是怎么协同作战的？背后又是谁在操控？更重要的是，谁又能抵住这一波数字化风暴？提到蜂群无人机，很多人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一堆微型飞机像蜜蜂一样乱飞，但真正让它成为战场规则破坏者的，并不是数量，而是他们的智能协同能力。传统的无人机一般是1控1，也就是一个地面操作员控制一架飞机，类似遥控玩具飞机。而蜂群作战的关键是1控多机，甚至全自动协同。你只需要下达一个总指令，比如攻击某区域雷达，剩下的由无人机集群自己协商、自己决策。每架无人机都像一只数字化昆虫，它们会共享信息，自动分配任务，调整飞行队形，避开障碍物，甚至根据战损情况自行替补火力空缺。更恐怖的是，这些能力不依赖 GPS 信号，不靠远程操控，完全可以在电子干扰中独立运作。也就是说，就算你切断它和后台的联系，它依然能自己找道路、选目标、打出去。在人工智能与微电子技术的加持下，蜂群无人机已经不再是便宜版导弹，而是一种能够独立作战的战术单位。而一旦这些蜂群数量足够大，信息流通畅，火力密集，方向多变，传统的防御系统就会出现过载，根本拦截不过来。这不是未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传统战争中，无论是坦克集群还是战机编队，都讲究高价值加高防护。你想炸掉一台雷达，先派隐身战机渗透，防区压制，再精准打击，整个流程复杂又昂贵。但蜂群无人机直接颠覆了这个逻辑。一方面，它足够便宜，一架蜂群无人机的价格可能只相当于一枚反坦克导弹，甚至更低。你用它打掉敌人几百万美元的目标，哪怕只成功一架，战损比都划算的吓人。另一方面，他们不怕损耗，传统战机一架被击落就是天价，飞行员的生命更无法替代。但蜂群无人机可以上百架起飞，哪怕80%被击落，只要剩下的完成任务就是胜利。这种逻辑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对，它和饱和打击很像，但不同的是，蜂群无人机不是一窝蜂冲过去送命，而是会自动分析路线，分头行动，变轨突袭，智能加集群的组合，使它既便宜的过分，又聪明的离谱。更让指挥官头疼的是，你根本不知道它会从哪个方向来。不像导弹只走弹道，飞机有固定航线，这些蜂群无人机可能从正面飞来，也可能从地面翻墙，从水面弹出，甚至借助建筑物遮挡绕后攻击。它们不是在空中飞，更像是数字游击队。而一旦规模够大，目标够多，防御体系不够灵敏，就会出现一个关键问题：防空系统会看不过来，打不过来，反应不过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的战场上，那些依靠高价值装备构建的传统防线，可能会被一群穷但狠的蜂群无人机撕开口子，把整个战局打乱。这种战术变化正在让很多国家重新思考防空与预警的基本逻辑。2023年3月，一段来自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的航拍画面震惊全球。在黑海上空，这架执行侦察任务的 MQ-9 被2架俄军苏2-7战机围堵，最后在高风险接触后被迫坠海。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黑海空战背后的变化，无人机不再是配角。在这次事件之后，美俄在黑海周边展开了一系列低烈度对抗，而被派上前线的不再是载人战斗机，而是一批批蜂群化的中小型无人机。美军开始试验将 Atlas 600等小型无人侦察、打击一体机搭载在 C-130 运输机、P-8A 反舰机，甚至是死神无人机本身上。这些小型无人机飞行距离短、体型小、造价低，
但通过蜂群协同，能完成对战区海域的连续监控与目标突袭。更重要的是，它们还能共享目标信息，互为中继，具备一定主动规避能力。在黑海上空，这种多点渗透式情报收集加突发性打击的打法，曾一度让俄军海上平台陷入困惑。同一时期，乌克兰也大量部署商改无人机组成的战术蜂群，用于攻击俄军补给线、弹药库，甚至是舰艇。其中一次攻击中，超过30架简易无人机同时从多个方向逼近一艘俄军护卫舰。虽然最终被拦截大部分，但仍有2架命中甲板，造成设备损毁。这种饱和式打击虽然原始，却揭示了蜂群战术在实战中的巨大潜力。一句话总结，蜂群无人机战术在黑海不再是理论，而是现实。它带来的不是某种武器系统的提升，而是一种全新的战场生态。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这种蜂群打法如何改变战争的整体逻辑？传统的防空系统、作战指挥是否能够应对这种多元、同步、智能的攻击模式？这一切将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核心。蜂群战术的崛起正在改变战争逻辑，但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蜂群之后，未来的战争主角会是什么？目前各国研发的方向已经悄然转向一个更庞大、更智能的概念系统 MAMT 作战体系，也就是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这个概念很直白，未来的空战不是你打一架我打一架，而是一架载人战机带着一群无人机像狼群一样猎杀目标，而这个狼王可能就是 F-35、B-21 或者未来的 NGAD 战机。他们不仅能自己作战，还能指挥多种功能的无人僚机，比如干扰型、突击型、侦察型，形成一个动态战术网。你可以理解为，蜂群是蚁群式压制，而 MAMT 则是智能狼群协同打击，更有层级，更有智慧，也更难防御。与此同时 ，AI 算法、自主协同通信和战场边缘计算，这些听起来高深的词，正在让蜂群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会思考的作战机体。想象一个画面，一架 F-35在空中指挥，5-6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如同潜伏的猎犬一样绕行前后。目标出现时，干扰无人机首先出击，打乱敌方防御节奏，接着诱饵机引导火力消耗，最后打击型无人机完成斩首。而整场攻击中，载人战机始终保持安全距离，甚至全程不被雷达捕捉。这就是蜂群战术的进化版，它不再只是量多，而是变得聪明、听话、分工明确。当然，这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谁来控制 AI 是否足够可靠？一旦通讯系统被干扰，蜂群是否会走神或误伤？这些问题正是未来战场必须解决的新命题。在战争史的长河中，每一次技术的飞跃都会带来一次战场主角的更替。从冷兵器到火枪，从坦克到喷气式战斗机，战争的形态始终追逐效率与压制力的最大化。而如今，无人蜂群正在悄悄接过这个接力棒。他们不像坦克那样气势汹汹，也没有战斗机那般震耳欲聋，但他们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作战哲学，不是正面对抗，而是信息压制；不是集中火力，而是动态协同；不是一锤定音，而是持续侵扰与精准穿透。就像曾经改变空战规则的隐形技术和精准制导炸药一样，蜂群战术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打得过，更在于让敌人防不胜防。而它的真正威力不只在于今天的叙利亚战场、黑海冲突或者中东的沙漠上空，而是在未来那种高度联网、AI 控制、人机混合的超限战空间中。有专家甚至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地区冲突的开局不再是导弹打头阵，而是成千上百架自动发射的蜂群无人机，用 AI 算法找到每一个通讯节点、雷达站、指挥车，然后精准切断敌人的感知神经。整个战场还没开始动手，敌人就已经失明失聪。所以，当我们讨论蜂群，不只是谈一种战术武器，更是在讨论未来战争的语言结构。而你现在所看到的每一次无人机蜂群演练，可能就是下一次战争形态的预告片。我是 Jason， 欢迎收看 High Weapon。今天我们讲的是蜂群无人机这个可能彻底改变未来战争规则的数字杀器。但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眼前，如果未来的空战不是人对人，而是人加 AI 对 AI 加 AI， 你会怎么选？你觉得蜂群无人机会真的取代战斗机吗？你更相信 AI 指挥战斗，还是相信人类飞行员的判断？如果你是防守方，你能想出什么办法应对一波自动化蜂群的突袭？欢迎在评论区大胆留言，我们会在下期视频选出最犀利的观点进行点评。
如果你喜欢这类未来战争解读、AI 武器剖析的内容，别忘了点赞、关注，并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我是 Jason，我们下期再见。